拜登正推动北约对付中国，最终将一无所获，因为这是一条不归路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前一阵，北约外长举行为期2天的峰会。这场峰会呢，原本的主题是俄乌冲突，却因为拜登政府的推动，达成了成员国将努力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，并更好地协调对北京的关键技术出口限制的共识。虽然这些协议在落实的时候可能不会发生什么作用，但是能充分证明美国推动北约敌对中国的战略正在实施，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事情。北约曾用飞机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的大使馆，中国人因此对这个西方国家组成的军事集团非常反感，而北约推动的东扩不断加剧俄罗斯的战略焦虑，最终引发了俄乌冲突。新闻周刊的外交专栏作家德佩特里斯认为，北约外长峰会明明只需要关注俄乌冲突，却发表了一份与中国相关的决议，不管有没有效果，都证明北约正在走上一条不归路。首先，北约需要适应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、军事和外交能力，关注中国是必然的。2019年，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提到中国的崛起带来了挑战和机遇，还专门用了一段话来评述中国与俄罗斯日益发展的伙伴关系。也就是说，北约关注中国，既有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增强的原因，也有俄罗斯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原因，但是这都不能成为北约转而敌对中国的理由。其次，一个日益以中国为中心的北约，意味着该联盟的职权范围的巨大扩张，大到了这个联盟可能没有存在的理由的程度。北约是军事集团联盟，原本是为了应对前苏联和俄罗斯的军事威胁而存在的。欧洲国家与中国的竞争和较量往往以经济、科技为主，所以北约关注中国的议题，实际上就是功能紊乱的表现。第三，欧洲目前正在发生战事，俄乌冲突已经是75年来在欧洲大陆上展开的最致命、最具破坏性的战争。所以，当前北约在美国的推动下，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中国身上，实际上就是在转移注意力，显得特别不合时宜。从地理上讲，解放军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完整的军事威胁根本就不存在。所以，北约当前关注中国完全不可理喻。第四，除了美军以外，任何北约成员国的军队都无法对中国构成威胁。他们要想出动飞机、军舰，千里迢迢地跑到亚太地区来与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过招，无异于找死。这种愚蠢的做法简直令人难以置信。当然，如果北约决意肆意推动某些欧洲国家沿着这条道路前行，那么中国也绝不会袖手旁观，必然会严阵以待。总体而言，在俄乌冲突持续的情况下，美国推动北约关注中国可能是未来的一个趋势，但是北约国家是否能够聚拢起来敌对中国，又是另外一个层面的话题了。北约有30个成员国，真正能对中国构成军事威胁的军队也就是美军，真正有需要对付中国的也是美国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只需要主动保持与一些北约国家的稳定关系，并与其他北约国家发展经贸合作，美国就没有什么好办法。因为其他的西方国家也不是傻子，不可能看不出美国到底想干什么，也明白怎么做才对自己有利。而事实证明，与中国对抗是没有出路的，只有与中国搞好合作才有前途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